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挫折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。当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心里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可以走。来，咱们先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个你可能也经历过的场景。你为了一个项目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，或者为了一场重要的考试真的拼尽了全力，可最后呢，结果却差强人意。就这个时候，你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？是觉得哎，真倒霉，还是我怎么这么笨？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呢？其实你这个第一反应真的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像一个岔路口的路牌，直接决定了你接下来要走向哪条路。你要知道，每一个挫折它都不是一个死胡同，它其实是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一个决定你未来方向的十字路口。那么咱们先来看看第一条路。这条路说实话，很多人会下意识的就走上去了。这条路就是归咎于命运，或者说把问题都推给外部的原因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，听起来可能有点专业，叫做外部控制点。说白了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，我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运气、命或者其他我控制不了的力量决定的。比方说考试没考好，他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呀，这次老师出的题太偏了，或者我就是运气不好，抽到的都是我不会的。这种思维模式，我们通常管它叫受害者心态。你看，这种心态背后有一整套的逻辑，他们会习惯性的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觉得我就是环境的牺牲品呢。然后呢，他们的注意力会全都放在那些他们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上，有时候甚至会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痛苦。干嘛呢？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和关注。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他们下意识地在逃避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去承担那份责任。说到这儿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，他说过一句话，简直是一针见血。他说有些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么的不幸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？因为不幸本身也能让他们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获得一种扭曲的关注度。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这种心态的根源其实是一种很隐蔽的骄傲，就好像在说，你看我多特别，连老天爷都要专门来为难我。好了，第一条路咱们看清楚了，现在咱们来看看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这条路是关于如何主动的去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。和刚才说的外部控制点正好相反，这个叫做内部控制点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坚信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结果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行动、能力和努力。他们认为我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。还是拿考试没考好这个事儿来说，他们可能会想，看来是我复习的还不够全面，下次我得调整一下学习方法才行。在一个叫做逆境商数的理论里，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，他把人分成了两种，一种是放弃者，一种是攀登者。你看这个对比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楚了？放弃者呢，觉得困难就像一堵根本翻不过去的高墙，所以干脆就待在山脚下不动了。但攀登者不一样，他们把逆境看作是登山路上肯定会遇到的石头和陡坡，他们会接受挑战，而且就在这个攀登的过程中，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。那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了，想成为一个攀登者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得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，不能有任何痛苦和愤怒呢？其实完全不是。你看这句话说得多好，真正的内心力量不是你没有负面情绪，而是你懂得怎么去利用它们。就像好像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涩的柠檬，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一杯好喝的鸡尾酒。你看，负面情绪其实也能变成我们成长的燃料。好了，现在两条路我们都了解了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当我们真的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要怎么样才能校准我们内心的指南针，选择成为一个攀登者呢？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区分两个词，一个是归咎，一个是负责。大家看这个对比，归咎的思维模式是向后看的，总在纠结这到底是谁的错。结果呢，除了带来一肚子的怨气，让事情停滞不前，什么也解决不了。但是负责不一样，他是向前看的，他关注的是 OK， 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现在能做点什么来解决问题。你发现了吗？就这一个微小的思维转变，
就能让你从被动变成主动，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到自己手里。那具体要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攀登者3步法，你可以试试。第一步，先冷静下来，客观地分析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能的原因有哪些。第二步非常关键，要诚实地问自己，在这件事里我扮演了什么角色，哪怕只有1%的因素是跟我自己有关的，也要把它找出来。然后是第3步，为下一步负责，就是说不管这件事到底是谁引起的，从现在开始我主动承担起让情况变好的这个责任。你看这张金字塔图，它把这种责任感的影响力展示得非常清楚。所有积极的改变，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，还是放大到整个社会，它的根基和起点永远是底层的这个个人。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为自己负责的时候，这种积极改变的涟漪才可能一层一层的向上扩散开来。好啦，聊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分析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。说到底，我们的人生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，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做出的那个小小的选择。人生真的就像登山一样，那些成功登顶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登山路上就风和日丽，障碍更少，很可能恰恰相反，他们经历了更多的风暴和险阻。他们之所以能成功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选择了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一切这些。这句话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核心了。真正定义我们人生的，从来都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而是我们选择如何去回应这件事儿。那个改变的力量不在于事件本身，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反应之中。那么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。下一次，当你再次站在逆境的十字路口，面对那2条清晰可见的道路时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